3, 2, 1, go！ 在台湾才刚拿到潜水证，隔天就飞来巴厘岛。没想到在巴厘岛的这一潜，我真的遇见了他。但更没想到的是，这整趟旅程最深刻的不止在海里。Hi guys, good morning。现在已经9点40了，太阳真的超大的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知道我这时候要到巴黎来，然后就说。你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去？你知道这时候是雨季吗？天哪！你知道你怎么会选在一个这么冷门的季节呀？OK，I know。但我觉得 ，Yeah， 不管是什么季节，永远有人要生活。对，就像台湾也有梅雨季啊，也有台风季啊，但我们每天都一样要继续生活在这些地方，不可能说。哦，现在梅雨季，我要离开台湾。哦，现在台风很多，我要去国外住，我不要待在台湾。No， 不可能。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季节，我觉得都很适合旅行。然后我也觉得 I'm so lucky. I every day I feel so lucky. 我从一抵达就很热，然后听说就是我抵达的前一天还就是下雨淹水。所以我抵达的时候就是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到昨天天气也很好，今天第3天。那么昨天是我一进餐厅就突然暴雨，而且是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种暴雨。然后结果等我吃完饭的时候，天气又放晴了。所以我昨天整天的行程也都是在晴天里面，就除了吃饭有下雨以外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阳光，就是我还没有防晒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季节，只要你带着一颗很单纯、很期待的心情，然后想要去未知的地方探索跟了解，我觉得老天爷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天气，真的。然后我决定今天早上要来吃这边的朋友介绍的一间餐厅吧，我想。然后这餐厅是有泳池的，总之他跟我说，你可以在这边吃早餐这样，然后还有游泳池，所以我就想说 OK， 那我就来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间餐厅看起来也是蛮不错的，就是非常的期待。它就是自助早餐，就是吃buffet的那种早餐，所以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觉得主要就是它的环境很好吧，然后你可以坐在泳池边，然后像我前面这个泳池啊，你可以看，它在下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它在下面是有方形砖的，所以就是如果是跟朋友一起来，还是家人一起来，他们可以边吃边玩水，然后也可以坐到你前面来继续吃，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去拿食物，然后放在这边，让泳池里面的人可以坐在泳池里面跟着你吃。我觉得这环境真的很好，很不错，而且我里面其实我已经穿了比基尼，想说如果待会吃饱的话。Maybe 我会想要进去游个泳，泡一下水，因为这天气真的是太美了，好幸福。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好的天气，可以坐在泳池边，而且这看过去的景真的超漂亮的。
在看这一餐多少钱。但其实我觉得这里其实蛮像 W， 就是一样，就是有早餐吃，然后旁边就是泳池，所以听说巴厘岛很多像这样的地方。不过这是我第一个来到，就是坐在泳池边吃的，我觉得感觉非常的好，而且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可是它的用餐时间好像就只有到11点的样子。对，就是差不多快11点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收早餐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整理行李，前往下个地方啦。天气真的好好，好热哦！我在想，我等一下要怎么叫车？想要试试看叫那个 Grab， 没有用过，因为在泰国都是有人来载，要不然坐嘟嘟车。然后现在在巴厘岛。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其实路上有蛮多的，就是其实这几天走在街边都会有那个摩托车会爸妈，然后就是问你，就是你要去哪里啊之类，要不要载你啊，还是要不要搭乘？看有没有听到爸爸？对，那么这边的交通的话，其实会建议就是使用 Grab 来叫车，因为这都是有公司的跟 APP 的这个平台合作，所以相对是非常安全的。那么在路边应该就是路边也会有人就是问你要不要坐车，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还是使用 APP 叫车，或者是认识然后叫包车，或者是好像有那个什么蓝鸟计程车，对，但是听说那都是给观光客的，价钱很高这样，所以 it's okay， 我们就待会来用 Grab 叫看。我们现在会去整理行李咯。天啊，我竟然在巴黎坐摩托车，我超级不敢坐摩托车的，除了就是给家人载以外，就是我很会开车，但绝对不会，也不太敢坐摩托车。所以我现在在巴黎体验就是 Grab 的摩托车，it's okay， 因为我觉得这边路其实很宽敞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车。现在这个期间，可能前一晚大家都是 party 了，所以现在就是这边就是大家可能在休息。所以就是接下来要前往我们的码头，我要去搭船去努沙佩利达。拜拜。我觉得刚才真的是非常的幸运，因为现在其实1点多了，然后我刚才进入这个港口的这个入口的时候，突然有个贝贝，他就出现说，指着他 T 恤上的图样说那是他的公司，这样，然后他就说1点的船要开了，然后他可以就是带我赶上1点的船，然后我的那个 Uber 司机就骑着车发了他的小摩托，然后就很快的买了船票，然后就这样赶上了1点的船 ，I'm so lucky， 真的超幸运的。对，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这件事。对，不过真的很幸运。等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船公司到底是哪一间。它是我买的船票来回就是今天去明天回，然后他让我就是在明天的任何一个时段都能够搭船回来，总共有4个时段，那让我在随意的时段能够回来。那么这个票的来回是个10、百、千万算50万，折合台币就是扣掉3个音就是500乘了大概1000块，来回1000块台币。maybe 也许 OK 的吧。对，那就现在搭船咯。然后他会在这边收我们的这个 list。Thank you。好热，太热了。就我刚一点都笑不出来，因为晒到笑不出来。刚刚那个 Grab， 但很便宜
从住宿的地方到码头33块，就是66块台币，就是挺晒的。那我也当时也有看了一下，就是坐车的话，那么可能是200多台币。对，就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来做选择。那因为我想说我的行李很简便呀，所以 OK 啦 ，OK 小资旅行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搭船了，要前往这个纽萨佩利达，感觉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。那么有听说就是有快艇的选择，再就是这种船的选择。那么他们是说这种船比较稳，比较不会像快艇就是对，所以原本是想说就是人到了码头再来选乘船公司，但是对，就是突然被那个游艇公司拦截了。那么也就很幸运的搭上了这班船，就是期待就是待会到纽萨佩利达。我觉得他搭这个船其实真的是蛮快的，差不多45分钟呢就抵达了纽萨佩利达。刚看应该差不多40分钟，我觉得。然后这边的风现在其实算是有点大，因为刚刚要下船的时候觉得，好像你现在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乌云。不过 it's okay， 我是超幸运的，所以。然后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要试着去找交通前往我的住宿，因为这次来到纽萨佩利达呢，最主要就是因为要潜水。对，那么我选择了一个在浅店附近的住宿，也是浅店介绍的。那我觉得那个住宿呢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很期待待会到那个住宿。刚刚有试着就是开启那个 Grab， 是念 Grab 吧？然后它在这边是没有服务的，所以我要想一下，待会这个交通到底要怎么办。然后旁边这个人一直跟着我，我就觉得好困扰。他可能一直试着就是希望我可以就是搭他的车，但抱歉，我没有。对。结果决定花这一些散钞，然后请这个在路边经过我的小哥载我到我的住宿，大概7分钟吧，94块，对，不到100块 ，OK 啦，7分钟 ，Yeah， 因为真的蛮累的。那我等我到了住宿，我再来研究一下该怎么选择其他的交通，但前提是我要先去那个潜水中心报到。要先来 check in。Thank you.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住宿。噔。Yeah。Let's go! Wow, so cool! 很喜欢这边诶，感觉挺好的。终于放好行李了。这个是刚刚在路边，就是因为真的拖着行李，然后后来想说，哦，好吧，那就选择搭车好。我刚刚用45块钱
45×2的台币，然后搭了他的车，然后来到了我的住宿。然后我们讨论一下，决定就是他载我去3个地方。对，那就 Let's go。这边真的是蛮热的，刚刚已经先到了这个潜水中心去报到跟缴费了。嗨，哇塞，终于被我遇到了！这里就是传说中的 Crystal Bay， 就是水晶沙滩。就是它这边海水非常的清澈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但真的是很美耶！我有点就是突然被这边的景色吓到，因为真的水还是非常的蓝，非常的透彻。然后这个石头就是所谓的水晶石吗？ Maybe it's it， 也许是。刚刚的那个 Crystal Beach 看了一下就回来了，因为雨真的太大了，太大了。你们看，才一下子而已，我的那个就都湿掉了，湿光，好大的这雨哦！但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美雨一样。然后司机原本想说，我会在那边待一个20分钟，结果我应该5分钟。OK， 但确实还是很漂亮，虽然下着大雨，不过那个海的清澈度还是非常的，就是看得见这样。那就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是天气非常好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就去下一个地方 ，Walking Beach，right？ 对，要去 Walking Beach。Go， 希望到那边时候可以体育。到这个 Walking Beach 的路真的是有一段真的是非常的颠簸，所以我可以这时候刚好就是可以测试一下那个 DJI Booking Tree 的这个云台防震的效果到哪里？画面应该是很稳，只是我的整个人很不稳。Oh my god！ 好，我们也快到了，感觉雨有停下来了，希望等下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色。哇，酷！OK， 哇，so beautiful！ 哇，天哪，真的太美了！但是因为气候没有很好，不然我真觉得应该要来飞一下空拍的。哎呦，这个海的颜色看起来真的超漂亮的，真的。alias pulau. 天啊，这个 Walking Beach 真的太漂亮了，真的在刚刚有惊艳到，就是真的超漂亮的。然后尤其是这个，知道刚刚就是被我那个不晓得到底是拐我，还是被我杀价的司机这样。他拍照技术真的超好，超好。我刚刚要了WhatsApp，就是他好像才27岁，现在就是如果需要 Nusa Penida 的那个车子的话，这里WhatsApp在这。
careful. Yeah. Free. Not safe. What's that? Okay, okay. 我手机进水了，我另外一个手机进水了。我现在是那个当地的工人，因为这边经过牙签是整个那个。刚刚原本想要飞无人机的，但我忘记充电。Sorry，really 真的没有充电，但是这里真的好漂亮哦，真的超美的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还有夕阳，其实真的很想要走下去，但是因为刚有下过雨，那个石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安全，所以司机小哥觉得最好不要下去。他说可能下去 maybe 很快，但是上来的话会有点吃力，因为下过雨，也不晓得那个路况怎么样。对，所以好吧，真的好想要下去哦。好吧，留着下次 ，maybe 留着下次。出发前，导潜会先解说今天会下哪些潜点。不过我英文很烂，我基本什么都没听懂。我只有跟他说，我才刚拿到 license， 这是我的第一潜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跟着你。现在准备要回去巴厘岛了。早上4个小时潜水，然后真的很不敢相信。你知道，我只是待在一个地方，稍稍的觉得啊 ，take a break， 然后一个转身，他就来了。哇，真是好感动！我天啊，真是谢天谢地，谢谢老天爷，真的是好感动哦。拿到船票啦，就是昨天我们买的那个来回票。然后这边有很多的人在这边等着，等2点半回巴黎。真的觉得来这边2天1夜真的是太短了，我觉得最少可能也要3天2夜。那么如果可以的话 ，maybe 4天或者更多。对，但非常的期待下次再来到这个地方。希望有录好，因为我自己在水中看，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好，但是，yeah，
有些时候人生就是这样，任何真正的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抓住的，包括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所有的颜色、色彩、美丽跟感动。拍照跟录影就很像是一个记录，但是那真正的感觉其实是一直会留在心里面，跟那个 moment 跟当下，真的很美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的其实就只是用心感受每个当下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唯一能够做得好的、做得到的事情。刚才看到很多人开始要往码头走了。但是根据昨天非常好的经验，就是不用急着上船，因为我们要坐在最后面、最外面才是最好的。Yeah，let's go back。我们刚刚就从那边走过来，然后这一家这个蓝色这个 Lancanta，maybe 是这样念的，是蓝色的，就是昨天我们买船票的船公司，然后把你来回的票证给他看之后，他就会给你这个。给你这个乘票券、识别证，让你来去坐船。真的是太热了，但是因为我刚刚认识了一位新朋友，然后他选择坐在外面，所以我就决定 ，OK， 那我也坐在外面吧。Ada Maria，Hello，beautiful name。这间就是我在乌布住的，对，这是今晚在乌布的房间，然后厕所也是非常的干净，looks good。然后它的这个街上就是非常的热闹了。这家在乌布还蛮有名的，但是走进来好像，不是这一间，在里面，好神奇哦！我发现到巴厘岛这边的房子，就是进去之后会有点像小迷宫一样。没错，就是这一家。真的有点出乎我意料的，很多人耶！你看这旁边都有坐在地上的，还是有桌椅的。巴厘岛这边的房子就是这样，一户进去会分很多区，感觉它好像就是把一整个区域里面的都变成了餐厅。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多的人，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一家是我目前见过最有特色的。Thank you。那这个蓝色的跟下面这个都非常的有名，差别就只是在于米的颜色不一样，一个是 blue， 一个是这个。那我选的就是这个。吃饱啦，那就一定要来一下这间乌布很有名的点心冰淇淋店。当经过，真的里面人都超多的，最主要都是以椰子为主，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好吃，那就直接选最有名的半颗椰子。可以看到它上面有撒那个很像杏仁片，然后它有一个很像肉松的，口感真的很好。
而且你把冰吃完之后，还可以把它的那个椰子肉给刮下来，真的超好吃的。这边的墙上也有很多的椰子片、椰子油，都可以自由购买。决定选一间生意看起来蛮不错的按摩店，好好的放松一下，因为正走了非常多的路，然后待会就来去睡觉，准备明天突然临时穿插的一个特别行程，而且是很临时的哦。其实这边真的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是出乎意料的。好，你看我现在是光着脚丫，你可以看到那边有这个，他们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清洁，所以环境真的非常的干净。而且床真的好舒服哦！我觉得它唯一的可惜就是它没有泳池，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，我觉得算是别有洞天吧。对，这是 Nadi right? Yes, I'm Nadi. Nadi is so friendly, so kind, and very smile. 然后，因为他们在这个巷子内，就真的很有别有洞天的感觉。不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斜坡其实真的蛮陡的，所以我其实昨天有担心我行李会不会拿下来的时候会整个人滚下来。但是 ，OK， 他做到了。OK， 拜拜。是，去刺青了。然后就是原来我就没化妆，因为真的太累了，每天睡觉时间都非常的短，所以，然后我跟那个刺青师是约8点，现在已经3点36了，所以 Let's go， 我们先走吧。没有听错，我就是要去刺青。在巴厘岛这个地方呢，刺青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，在路边也可以看到很多刺青的店家。除了工艺好以外，再来它的价格相较于台湾，当然也是便宜超级多的。不过我今天要去的刺青，不是大众认知以为的那一种。这其实也是朋友跟我介绍的，朋友是跟我分享，在乌布有一位女士，她可以感应你的灵魂讯息，然后帮你设计一个专属于你灵魂的线条的纹身刺青，听起来就是很玄又很神奇。我就带着超级好奇的心情，就想说，好，那我一定也想要去看看。而且它其实是要提前预约的，预约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你的脸部的照片，然后他会希望你提供录影的画面，就是想听你说话的声音，看你的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告诉他你西元的生日，然后还有提供你的姓氏。不过这次巴厘岛的旅行行程其实都安排得满满的，昨天才从佩尼达回来，今天中午要搭飞机去科摩多岛。他们就说，如果今天早上我来得及去机场，他们愿意安排一大早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来了。Hello， 我朋友跟我说是个女生，但其实我看她 IG 看起来就是一直是个男生，但事实证明她还是个男生。哇，这里很漂亮耶！
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Okay. Oh. Yeah, it's okay. 就是这位芭芭拉女士，她是从欧洲来到巴厘岛这边定居的。刚开始她就是会先跟你解读你的灵魂讯息，我个人觉得听起来还蛮准的，还蛮神奇的。He questioned everything in life. Why like this? Why like that? Why this? Why this? 这位纹身师傅他是全巴厘岛仅2位会用这种特别传统的纹身方式的纹身师，而且听说另外一位好像已经隐居了，还是离开了。纹身之后呢，他会用热水帮你在纹身的部位擦拭，会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而且擦拭完隔1个小时后会完全的消肿，没有疼痛的感觉，还可以自由的玩海水啊、泡泳池都不是问题，真的超神奇的。But I sense. 然后这是刚刚载我来的司机，然后他载我来之后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他可不可以再载我去机场？”他说可以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，OK， 我就坐这个摩托车去机场喽。主要是因为他摩托车也很大，所以可以放得下我的那个行李箱。Let's go， 出发科摩多岛喽。